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大家可能在生活中也遇到过，有些人在20-30岁的时候就因为各种原因去世了，在这个社会也算得上是夭折了吧。20-30岁的人正是人生的好时光，正处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，但他们却因为种种不可抗拒的原因，早早地离开了人世间。有的人甚至还没有结婚，没有留下自己的下一代，这样只会给父母带来无限的伤悲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这是人生最大的痛苦。那么从面相上分析，怎么看一个人的寿命长短呢？大佬今天来告诉你。一、看眼神。眼中之神随着健康情况而变化，眼中神足者健康状况良好，遇小病也能很快康复。短寿之人眼神滞呆、散落、飘散，或是迎风流泪，两眼暗淡无光，无神采，无生机，眼泡淤肿，似深秋草木之衰竭，如溪流之干涸，常给人似睡非睡的感觉。二、看眉心。眉心即为印堂，在面相中，印堂为命宫之所在。如果两眉毛相交，好似油盐似的一节一节的形状，眉毛侵入印堂，就是短寿的相格，预示其人很可能活不过40岁，而且妨害妻子和儿女，破财。眉心印堂处有任何纹痕，都会影响健康。如果带青色而且杂乱，也是短寿的征兆。三、看鼻子。在面相中，鼻梁上部到山根位置称为极恶宫，此部位饱满高耸，直贯印堂者，先天体质优越，一生较少生病，偶尔有病也很快康复。假如此处生的低陷、断裂、尖削，有乱纹或痣痕，往往身体欠佳，容易生病，属于先天体质弱者。如果两耳、人中及下巴生的相格良好的话，即使极恶宫不佳，也不会影响长寿，只表示一生中健康状况不稳定，时常生病，略影响生活质量而已。四、看耳朵。肾开窍于耳，肾是生命活力的发动机，是先天之本。耳相生的形质厚而大，耳垂肥大，色泽红润，紧贴大脑，主肾功能完好发达，精力旺盛，为长寿之象。反之，假如两耳枯槁、瘦小、肉薄，耳垂小，两耳色泽如灰或带黑色，主寿限不长。不过相不独占，还要配合面部的其他部位综合来看，不能单凭此点下结论。五、看人中。中医认为，人中是任督二脉的交汇之点，是奇经八脉的总纲，统帅人体的阴阳二气。因此，人中是人体的要害部位之一，是阴阳之气平衡的总枢纽。此部位主子女和寿命，人中深长阔的健康长寿者多，反之短浅细的体弱短寿者多。假如人中生得浅而短，或者几乎从正面看不到人中，其人一定寿命不长。六、看法令。法令位处鼻翼两旁，看起来只是两条普通的纹理，但却代表了一个人的威信、名誉、晚年运势和寿元。法令越长，寿命也越长。法令长不到嘴角，必然短寿。法令正好与两嘴角齐，不被饿死，也因食道方面的疾病致死。若在中年以后，法令仍然未见增长，甚至不过口，一般代表短寿。流年56至57岁的运势更见反复，即使寿元能过60，晚年运势亦恐不佳。不过一个人即使法令纹深长，若其印堂暗淡无光，口型欠佳，唇色暗黑，仍然是好运难求，事业难成。若法令末端向嘴唇下的位置屈入，形如包围着口部之状，亦主凶，晚年生活艰苦，亦有大病小痛缠身，运至70左右，更有生命之余。七、看下巴。看一个人的寿命长短，往往先看两耳、人中及恶宫。
假如这三者中有2条不符合长寿的标准，则此人的下巴一定是短促尖削的，而且水星、地格等部位低陷而狭窄。有此面相特征的人，一是晚景不佳，晚年运势破败；二是难以长寿，寿元不高。8. 看整个面部气色。富态之人的面部润泽，油光锃亮，或者是白里透红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容光焕发，面部肌肉结实而有弹性。短寿之人面色灰暗，满面晦气，其面部肌肉松弛臃肿，而且通常都不太干净，要么布满雀斑，要么遏制星罗棋布，痣有吉凶之别。黑色和红色的痣为吉，青色、黄色、咖啡色、紫色等等颜色的痣为凶。痣的位置也有吉凶，短寿之人的痣常常长在两嘴角的上方，或者长在人中里，并且比较大。通过观察以上8点面相的吉凶，就可以看出人的先天寿命长短。那么短寿的人具体有哪些面相特征呢？大佬接下来具体为大家介绍一下。1. 眼白过多。眼白过多是不太健康的表现，拥有这样面相特征的人，他们的肝气、肾脏都容易出现问题，在生活中的健康运势也非常不好，总是容易被一些疾病烦扰着。因而我们可以说，眼白过多面相的人确实属于是一大短命鬼的特征。2. 山根凹陷。山根为年寿，这个部位的面相关系着个人的身体健康，同时也反映了个人的寿命长短。山根饱满、丰隆、无瑕，这样的面相是年寿长的表现。通常来说，拥有这样面相特征的人，他们的个人运势、健康、寿命都很长，身体素质也很好。但如果一个人的山根凹陷，又或者山根部位有疤痕、横纹、恶痣等，这样的面相会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寿命，导致该人成为一个短命之人。3. 声音沙哑。有些人的声音天生就十分的沙哑，说话也总是有气无力的样子，而有这些面相特征的人，也是注定要成为短命的人。要知道，声音的面相也充分地反映了一个人的精气元神。声音沙哑、有气无力，这很明显就是精力不足的表现，也是身体健康差的表现，因而该人多半活不长。4. 唇部包齿。所谓的唇部包齿，指的是一个人的牙齿向外突出，形成了龅牙的面相，而龅牙本身是一种牙齿畸形，并且拥有这样面相特征的人，一般都很容易成为短命鬼。5. 眼睛无神。人的眼睛是大是小，这对于寿命并没有什么关系，但人的眼睛有神或无神，这当中的关系可就大了。如果一个人的眼睛有神，至少说明该人运势亨通，身体健康。但如果一个人的眼睛无神，那么这种眼睛面相的人，想来也只能是一个短命鬼。6. 天中凹陷。天中指的是天庭的中间部位，也就是我们额头最中间的位置。这个部位的面相密切关系着一个人的寿命与健康。根据面相学上的说法，天中凹陷的人是极其容易短命的，该人多半活不了多久。7. 印堂发黑。对于印堂发黑，其实我们是很熟悉的，听起来不好听，而其本身也是非常不好的面相特征。这样的面相意味着灾难即将要来临，也说明了一个人的运势非常差。通常来讲，印堂发黑面相的人容易遭遇飞来横祸，因而难以长寿，只能短命。8. 人中短平。人中短平，平的没有棱，距离短的看不见，那么这都是短命之相。人中短平的人从小就很娇气，为人也很小气，再加上人中太平，先天肾气不足，是一个缺少管束的一个人，甚至连自己的性子都驾驭不了，生活很随意，总是该吃不吃，该睡不睡，最后弄得自己身体健康遭殃，寿命自然不会长。9. 印堂凹陷。
一个人的印堂饱满有光泽，那么这个人的运势会很不错，且寿元佳，能够长命百岁。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印堂凹陷或者暗淡，发青发黑，那么这个人就需要注意了，运势会很不好，身体健康容易受损，做事总会事事不顺。如果一旦有些特征，那么凡事一定要多注意，否则就会容易出事。10. 耳轮枯黄。耳朵是肾根，先天之本。一个人的耳朵形状生得不好没关系，只是说明小时候出生比较差，吃过苦。但是如果耳朵的气色不好，那么就是先天肾气不足。一个人一旦肾气枯萎，那么整个人就会虚脱，生命力就没有那么顽强。耳朵黑暗枯黄，血不足润，则肾水不能养命，就会缩短寿命。其实人的寿命受很多因素的影响，除了先天的气数之外，还有一些非定。2. 每天睡眠时间少于6小时。医学研究已表明，中青年人每天睡觉骤减2小时，死亡风险增加 20%。根据全球最大市场调查公司 TNS 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，如果每人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足 6.4 小时，相当于每年减少 6.2 天寿命。睡眠低于 6.5 小时或高于9小时的人群，患癌风险会大幅升高。美国睡眠协会推荐成年人每天至少睡7个小时，8小时为标准睡眠时长。3. 每天喝水量少于2000毫升。要健康少得病，最廉价有效的方法就是养成多喝水、主动喝水的习惯。一个人每天应该喝多少水才好呢？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，因为一天饮水量的多少与年龄、性别、体重、职业、季节、运动量、健康状况等因素有关。一般情况下，正常成年人每天生理需水3000毫升，通过饭、菜、汤、水果摄入约1000毫升，其余要靠喝水来补充。也就是说，成年人平均每天需喝2000毫升水。此外，运动量大、出汗多等情况下也要多饮水。4. 喜欢重口味。高盐饮食习惯最容易导致高血压，70%以上高血压患者摄入盐过量，而国人减寿10因素，高血压排第1位。由于食用盐中的钠是导致血压升高的元凶，因此除了炒菜时少放盐之外，还应注意少吃含盐量高的食物。5. 抽烟喝酒。吸烟喝酒对身体的影响真的很大，心脏健康就是其中之一。比如吸烟容易引起血管炎，升高血压、血脂，甚至导致血栓等等。过量饮酒也有诸多健康风险，包括心血管问题、癌症风险增加，还可能造成肥胖和肝脏损伤等。庆幸的是，不论年龄多大，不论一个人吸烟酗酒多久，只要努力戒烟戒酒，都可以从中获益。6. 用力排便。便秘、大便时用力过度或不当，很可能诱发心脑血管意外，如急性心肌梗死或脑出血而猝死，多见于中老年人，特别是已经有高血压、动脉硬化、冠心病、糖尿病等病的人。7. 经常憋尿。很多人都有憋尿的经历，但这会损伤你的括约肌，导致出现更严重的问题，如尿路感染、膀胱感染，甚至尿失禁等。8. 弯腰驼背、爱玩手机。年轻的时候，如果经常弯腰驼背、爱玩手机，会让脊柱承受更多的压力，长此以往，肌肉骨骼都会变得更脆弱。如果不想在别人眼中显老，不想脊柱受损，就尽量保持正确的姿势吧。事实上，抬头挺胸的人肯定会显得更有朝气，对吧？9. 沉默寡言或易躁易怒。调查表明，癌症患者多数是内向型，既谨小慎微又多愁善感，既沉默寡言，但又易躁易怒。遇到生活中的挫折，心理矛盾冲突严重，而且又不善于自我解脱和宣泄，内心焦虑、抑郁、苦痛。这种心理上的严重冲突抑郁可能会引起心理功能的紊乱，进而引起机体生理功能紊乱和障碍，致使抵抗力和免疫功能下降，使癌症细胞得以乘虚而入。10. 身体异常信号不重视。香港男士平均寿命最长，有一个原因就是非常重视体检。除了全面健康体检外，还会根据年龄、性别等做些针对性检查，真正做到了少得病、晚得病，得了病早点治，
不把小病拖成大病重病。建议每年体检1次，检查的重点项目是心、肺、肝、胆、胃等重要器官，以及血压、血糖等重要指标，对您的身体全面进行常规监视。说完这些折寿的坏习惯，接下来我们聊聊10个让你长寿的好习惯。10大长寿生活习惯。1. 喝好3杯水。水是最廉价的保健佳品，若能及时科学的饮水，对于促进健康长寿十分重要。多喝水胜过多吃药，其中这3个时段喝1杯水效果最佳。第1杯，晨起空腹1杯水。清晨是一天中喝水的最佳时机，可使肠胃苏醒，增加蠕动，预防便秘。早上起床一定要喝1大杯水，小口慢慢喝。第2杯，睡前1杯水。当人们熟睡时，呼吸汗腺仍然在排出水分，当体内水分减少过多时，血液粘稠度增高，睡前1杯水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。第3杯，运动后1杯。运动时汗液带走电解质，且消耗较多能量，若不注意，运动后极易发生低血糖，严重甚至引起晕厥。因此，运动后建议老人们小口根据实际情况饮用淡盐水、淡糖水。2. 常喝长寿粥。哈佛大学这座世界顶尖学府花了14年的时间研究喝粥，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喝粥可以长寿。每日食用28克左右的粗蘑谷物粥，能降低患心脏病和死亡的风险。简单来说就是多吃粗粮粥，延年又益寿。下面介绍几款长寿粥。1. 燕麦粥。燕麦里水溶性膳食纤维丰富，可以降血脂，控制血糖和通便，是特别适合老年人的进补佳品。2. 小米粥。小米粥不仅能养胃，也富含色氨酸，可调节睡眠，还能补肾精气，特别适合失眠的老人食用。3. 玉米粥。玉米味甘性平，能健和脾胃，宁心静气，曾经也是被康熙皇帝写进皇家御用食谱的。玉米中谷氨酸含量高，可以为大脑提供能量，来促进脑部各环节的循环，是醒神补脑之佳品。4. 南瓜粥。南瓜体内的多糖能够提高免疫机能，类胡萝卜素能够维持老年人的视力不衰退，还有果胶可以使糖类物质吸收减慢，控制血糖上升的大作用。3. 每天1杯奶1颗蛋。牛奶被誉为白色血液，对人体的重要性可想而知，它的营养几乎是全方面的，钙、脂肪、蛋白质等均较为丰富。而鸡蛋可以说是最适合人类食用的蛋类，人体对鸡蛋蛋白质的吸收率可高达 98%。 选鸡蛋的时候，大家也不用太过迷信是不是土鸡蛋，因为它们的营养几乎无差别。4. 每周吃1次鱼。鱼肉的蛋白质含量为猪肉的2倍，且属于优质蛋白，容易被消化吸收。所含脂肪中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，有助于改善大脑健康，提高记忆力。对65岁以上老年人来说，吃鱼还可降低发生老年痴呆的危险性。5. 每天1斤蔬菜，半斤水果。这一点看起来特别容易做到，但是很多人没有做到。吃蔬菜水果不仅能补充维生素、矿物质和其他身体必需的营养素，预防肠癌等，还能改善心理状态，预防疾病。因此建议成年人每人每天1斤蔬菜，半斤水果。6. 吃饭8分饱。吃饭要按时定量，以7、8分饱感为宜，勿吃太烫过冷食物，饭后勿做剧烈运动。吃饭8分饱既不会提前饥饿，也不容易肥胖。所谓8分饱，就是感觉到胃里面满了，但是再吃几口也不痛苦。饱腹感有滞后性，细嚼慢咽能察觉这个度。7. 每天睡午觉。哈佛公共健康学院对 2.4 万名成年人的研究发现，与不午睡的人相比，午睡的人死于心脏病的可能性会降低 40%。 人体除夜晚外，白天也需要睡眠。道理很简单，日间小睡让大脑和体力都能得到时间修复，暂时放下工作，释放压力，让大脑恢复到比较专注的状态。日间午睡1刻钟左右为宜，最好别超过半小时。8. 每天至少散步15分钟。建议每天至少散步15分钟。散步不但能缓解工作的紧张和精神的疲乏，还能促进血管弹性增加。
穿一双轻便运动鞋，每天早晚出门走几圈，双腿稳步前行，双臂摆动起来，对心血管乃至全身健康都有好处。9. 家务齐分担，全家都健康。英国癌症研究会一项研究发现，每周花17个小时干家务的妇女，其患癌危险降低 30%。 经常做家务可以促进消化，改善心肌的营养和新陈代谢，增强神经肌肉的弹性和张力，也能有效预防或延迟关节僵直、骨质疏松等衰老现象的发生。10. 笑一笑10年少。人的精神状态对健康很重要，俗话说笑一笑10年少。笑能放松心情，改善血液循环，降低血压和增强免疫力。无论何时何地，都请保持一颗健康乐观的心，事事乐观，笑对人生。笑声能改善免疫和内分泌系统的功能，不妨经常找些让自己快乐的事，笑出声来，并把这快乐传递给别人。看完大佬今天讲的这些，你是想折寿还是延寿呢？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想延寿的，建议上面这10个短命习惯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通过耳朵看寿命长短。对于长寿之人来说，他们的耳朵往往特别大，尤其是耳垂会显得非常有肉感，整个耳朵可以呈现出健康的光泽。佛祖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，他们的耳朵就是典型有福长寿的表现。而对于短命之人来说，耳朵往往非常小，看起来干瘪无肉，耳垂不但很小，而且色泽不太健康，甚至会呈现出暗灰色。这类人往往没有办法健康长寿，到了50多岁的时候，身体上就会出现各种问题。通过眼睛看寿命长短。对于长寿之人来说，他们的眼睛非常大，黑眼珠漆黑有神，整个眼睛会给人炯炯有神的感觉，眼珠和眼白会显得非常分明清楚。对于短命之人来说，眼睛会非常小，有些狭长，黑眼珠混沌不堪，眼神会显得有些无力，看起来总是给人一种无精打采的模样。尤其是对于眼皮上长痣的人来说，这种就是短命痣，很有可能在青壮年的时候就会因为意外事故而死亡。3. 通过鼻子看寿命长短。对于长寿之人来说，他们的鼻头圆润有肉，看起来肉嘟嘟的，鼻梁高挺，山根突出明显，而且鼻梁上没有任何结节，看起来干净又流畅。对于短命之人来说，可能没有山根，鼻头干瘪无肉，而且鼻梁上有结节，还有一些情况更加糟糕，那就是鼻梁上有疤痕或者是黑痣。那么这就很有可能是病变的前兆，到了40多岁的时候，身体上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疾病，甚至会遭遇癌症的打击。4. 通过脸型看寿命长短。对于长寿之人来说，他们的脸型是非常流畅的，可能是大圆脸或者是国字脸，脸型上没有任何硬伤，而且整个面部非常平整，看起来很有肉，是属于典型的有福之相，可以健康活到老。还有一些人脸型崎岖不平，太阳穴的地方下凹严重，颧骨又特别突出，下巴又非常方，属于菱形脸或者是其他歪脸的类型。这类人寿命就比较短，容易遇到一些意料之外的流血祸患，还有可能出现一些难以彻底治愈的怪病。5. 通过嘴巴看寿命长短。对于长寿之人来说，他们的嘴巴往往并不大，嘴唇饱满且颜色红润，没有任何干纹，牙齿也长得特别整齐。相反，如果是短命的人，那么他们的嘴巴可能会非常大，还会拥有一嘴的鬼牙，也就是牙齿歪七横八。这类人嘴唇可能会非常薄且毫无血色，看起来非常干瘪，甚至会达到一种苍白的感觉。这种人是明显的血气不足，容易出现贫血以及其他方面的疾病。6. 脸颊。脸颊没肉的人脾气不好，生活中心机相当重，喜欢妒忌他人，不会在意别人感受，属于不受欢迎的类型。从小就给人很成熟的感觉，与同龄人看起来完全不一样。而且这些人有着远大的目标和理想，总希望能够早日成功，但其实自身实力不强，所以常常都抱怨命运不公。这类人生活中没有好的态度，也会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感到焦虑，精神状态相当不好，身体也会感到很劳累，对身体没有任何好处。生活中不喜欢花钱，即使赚到很多钱也会存起来，必不舍得对自己大方，就算发现身体有不对劲的地方，这些人也不愿意花钱看医生，导致病情越来越严重，错过最好的治疗时间，导致寿命不长。7. 眼窝很深。有些人的眼窝特别深，而且黑眼圈很重，这样的人看起来毫不状态，而且做事方面很容易感到疲惫，即使是年轻的时候，看起来也像是很累一样，永远都无法给人活力满满的感觉，甚至不少人都认为这类人的身体状态很差。这些人从小身体状态就不太好，花费大量钱财治病，但身体都没有恢复到最好的状态，
长大之后会因为金钱而奔波劳累，处于压力很大的状态中，导致疾病越来越严重。也可能因为婚姻生活不理想，总是处于压抑的状态，身体免疫力越来越差，被更多疾病侵袭，年老的时候身体会更虚弱，就像是会被大风吹倒一样。所以平时要注重身体保养，否则很难长寿。8嘴唇无血色。如果一个人的嘴唇无血色，说明这个人天生血供应不足，造血能力相当差，血液循环并不理想，所以生活中常常出现头晕恶心的情况，看起来就像是病殃殃一样。这样的人在饮食方面需要多注意，可尝试健康滋补的食品，也要积极锻炼身体，从而提升身体素质，让身体保持很好的状态，否则很容易生病。如果不通过后天补救的话，很难延长个人寿命。建议生活中还是注重身体，把更多的钱花在养生方面，平时也要保持乐观积极心态，只有这样才能让身体越来越好。如果想要做好事去献血，那么会影响到自身的健康。真的想要帮助他人，就选择做其他善事吧，不一定献血才能体现出自己有爱心的一面。求眼神游离，一个人的眼睛能看出心气强弱的。如果是眼神很弱的人，代表着心气方面很弱，给人的第一感觉就像是没睡醒一样，精神状态相当差，就像是没了灵魂一样。如果一个人眼神游离不定，说明在事业方面并不顺利，做事总不在状态，完全不会让人看到很专心的样子。平时生活中也喜欢说谎，但很容易被他人察觉，因为不敢直视他人眼睛。虽然这些人很有想法，但都是一些不好的想法，常常都做出对他人不利的事，给自己招来不少麻烦。由于人际关系不好，比较容易遭到他人报复，对自身安全带来影响，想要过上稳定生活是很难的。这些人一般都很难长寿，10天中塌陷。印堂眉心相连，这类人早年会克制到父母，在他们很小的时候，父母就会因病去世，他们小的时候没有办法享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状态，可能早早就需要外出打工赚钱养家，身体素质会很差。长大之后，他们性格有些偏激，行为古怪，会引起身边很多人的不满，还会遭到他人的不解和非议。这类人没有办法长命100岁，死得会非常早，他们本身精神状态就不是很好，到了50岁左右的时候，可能就会精神恍恍惚惚，每一天还会产生很多幻觉，到最后可能会选择轻生。这类人感情运势也不是特别好，没有办法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以及乖巧的孩子，死后可能后事都没有人打理，非常可怜。11、3白4白，喘气如猪。这类人不但自己很短命，而且还会克制到兄弟姐妹以及伴侣孩子的运势，会给身边人带来沉重的打击。这类人是属于天生身体素质很差的人，小的时候体质就很差，父母为了给他们治病，可能需要耗费巨额的钱财。长大之后，这类人没有办法拥有正常人的生活，因为他们抵抗力和免疫力特别弱，会成为医院的常客。由于手里没有太多钱，也没有办法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，到最后可能会在痛苦之中死亡，非常可怜。12、唇不包齿，声音嘶哑。这类人生活没有任何规律，一日3餐不会按时按点吃，还会经常吃重油重盐的外卖，会给身体器官带来沉重的负担。他们晚上喜欢熬夜，可能是熬夜学习，也有可能是熬夜工作。这类人自我要求很高，希望能够在学业事业或者是金钱方面取得骄人的好成绩，但是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个人能力一般，很多时候都会感到失望和丧气。再加上他们为了成就人生，会过度损耗身体健康，到了30多岁的时候，整个人看起来就会特别虚弱，嘴唇很苍白，有可能会得重病死亡。13、耳朵小寿命短是真的吗？耳朵小的人会给人一些小气的感觉，当然如果其他五官长得好看的话，会给人十分秀气的感觉。站在相学角度来看，耳朵小有着某些特殊的寓意。可耳朵小寿命短是真的吗？耳朵小的人寿命确实比一般人要短。众所周知，几乎所有脏器的变化都能从耳朵上表现出来，因为耳朵是人体的缩影。科学研究证实，耳朵的大小与人类的寿命确实有一定的关系。耳朵越大的人，说明他们的肾脏很健康，能够很好的进行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废物排泄，这样也就更加容易保持健康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古人也把耳朵大视为有福的象征。耳朵小的人做事会比较谨慎，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压力。如果一直活在高压的状态下，很难拥有幸福美好的人生。另外，耳朵小的人还要关注自己身体上的变化，一旦觉察到不舒服的地方，务必要立刻前往医院进行诊断和治疗。平日里不管有病没病，都要定期去医院诊断和治疗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